外界还注意到，该案对中国芯片的态度没有此前声称的强硬。此前的版本要求美国政府及政府承包商禁用中国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所制造的半导体产品，但由于增加的成本巨大，遭到商界强烈反弹，因此最终版本删去相关内容，提出给美国企业更多的寻找中国芯片替代品的时间。美国彭博社认为，美方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展现出再平衡的态度。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美国为实现对华关系再平衡做出的努力，让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严格的贸易管制后，免受中国的报复。这名官员说，美国对华采取的限制措施，包括10月份公布的严厉的晶片科技出口管制，和上周将几十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并没有在美中之间引发危机。部分原因是双方一直在宏观经济协调等一系列问题上保持接触。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中的中国访问行程不会改变，有台湾问题、在华美企、禁毒合作、气变问题和国际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的议题，需要中美外交高层进行对话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新年将至，22号，布林肯发表讲话，盘点了今年美国取得的外交成果，对华关系是论述重点之一。他表示，要谨慎处理对华关系。We'll continue to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building on the candid and productive discussion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had in Bali, a conversation I look forward to advancing when I visit the PRC early next year. And we'll continu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issues that dem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of our people, but also for the good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布林肯表扬自己在对华交往上发挥了关键作用。Compete with China so that we can defend our interests and realize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Our diplomacy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carrying out that strategy. 值得警惕的是，布林肯继续强化拉拢美国盟友来应对中国发展的外交思路，并点名了这些国家。We've deepened our cooperation on investment screening and export controls of sensitiv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first time, NATO's strategic concept committed to address the PRC's systemic challenges to transatlantic security. We deepened the alliance's coordination with Australia,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New Zealand, and our other Pacific allies. 从我们最初在拜登政府初期双边的接触，到目前看，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这种本质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说这个双边关系的合作应该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美国显然不是想搞双赢，而是搞它单独赢，而且它要赢2次。日本政府23号批准了2023年度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大涨26.3%，折合超3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强化军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大买 F-35战机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而日本岸田政府此前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并找借口试图介入台湾局势。日本近期高度关注中国航母辽宁舰的一举一动，也反映出日本做贼心虚的心态。日本政府23号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2023年度预算案，总额高达114万亿日元，约合近6万亿元人民币。这将是日本预算总额连续5年超过100万亿日元。其中，防务预算达到6.8万亿日元，约合51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50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26.3%，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预算案将与旨在确保防卫费增额裁员的法案一起，在明年年初召集的例行国会上审议，力争3月底前获得通过。首相岸田文雄在23号表示，这将推进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根据2023年度预算案，日本计划为武器开发拨款8970亿日元，比前4年的总和还要多。日本计划以2500亿日元购买16架 F-35隐形战斗机，以加强空战能力。其中一半是垂直起降的 F-35B 型战机，部署在2艘经过改装的大型军舰上。日本还为即将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新一代喷气式战斗机项目拨款1020亿日元，旨在到2035年将该款战机投入使用。作为被日本视为颠覆战斗方式的规则改变者，日本无人机相关经费约为2000亿日元。此外，日本新的防务预算包括专门拨款2113亿日元，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其打击范围约为1600公里，力争2026年度部署最新型。日本还计划拨款939亿日元，以批量生产本国制造的射程1000公里的120式陆基反舰导弹。这2种导弹都是为了帮助日本获得其所谓的反击能力。据悉，日
日本计划最早于2024年将相关导弹部署在西南诸岛及九州地区，射程将覆盖朝鲜及中国东部沿海。此外，日本还将开发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此前呢，日本基本上，它的导弹攻击范围都是在300公里以内。现在呢，它要获得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巡航导弹，甚至也不排除将来要获得弹道导弹的可能性。12月16号，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审议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日本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并将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军事开支。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日本要发展反击能力。所谓反击能力，不过是日本政府为进攻性武力起的美称，是为了掩盖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生造的强辩之词。文件出台后，岸田文雄坦诚，所谓根本性强化军力，说到底就是购买战斗机和导弹。为达成扩军目标，3份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日本防卫费总额定为约43万亿日元，并规定要在2027年度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而此前，日本一直基本遵循这一比例不超过1%的标准。是否坚持这一标准，也被舆论普遍视为检验日本是否奉行和平主义的一项关键指标。日本激进推进防卫政策调整，盲目走扩军备战之路，无疑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制造分裂对抗，加剧军备竞赛。很明显的，日本在加强防卫，加强整军备战，其中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防范中国、防范朝鲜、防范俄罗斯。同时，日本无法忽视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当前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居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首，经济增长乏力，物价高企。如此空前庞大的防卫费支出，无疑也将进一步加大日本财政负担，加剧民生困境。